蓝忘机还看着他，眸色太浅，识辨四境，将魏无羡心底那些想法映照得无处藏身。于是魏无羡诚实地说：“那小子吹得好像你死了老婆似的，我实在听不下去。”他说完这一句，箫声不知怎么停了，只留他和蓝忘机在光下对视相觑。魏无羡听见尴尬在他们之间摔得天崩地裂，但魏无羡之所以是魏无羡，在于他还能在蓝忘机的目光下强撑脸皮，把他想说的说完。他大概有心事，也不知你家怎么能养出这样的性子，成了个小委屈。你得让他说出来才行。蓝忘机只是看着他，魏无羡分不清那目光究竟本是复杂，还是被斑驳灯烛晃上了影。然后烛火一晃，熄了。黑暗中传来蓝忘机的声音：“亥时了，休息。”夜色里的蓝忘机像是一幅画。魏无羡想出了这种形容，一方面是因为面前的人确实好看，月色明亮，蓝忘机的脸孔在月下有种玉雕般的美感，配着清冷的神情，白衣的绣服被冷光照得犹如新雪，连虹膜的色泽都显出清冽。另一方面在于，从看到他的第一眼开始，蓝忘机就在原地一动不动，静得像是什么人寥寥几笔画在月下原野上的。蓝忘机不动，魏无羡干脆也不动，转手把肩上扛着的铲子向地上一戳，撑着手柄，抬头看蓝忘机。月夜很静，山川息声。魏无羡从蓝湛怎么在这里胡思乱想到他是走了又回来，还是压根没走，又想到这铲子撑起来果然比剑舒服多了。蓝忘机终于开了口，他说：“你。”魏无羡下意识向前一步，蓝忘机猛地停了声。魏无羡蓦然笑了出来：“干什么呀这是？”他拍了拍手上的灰，一步一步向蓝忘机走过去。他们分明离得很远，但还像午间那时一样，他走近一步，蓝忘机便退一步。这片地方很大，魏无羡走着走着，没来由的念头一动，觉得以蓝忘机这般性格，他们两个说不定能一人一步，从狼牙退到岐山去。念及至此，他不由自主又笑了，脚步跟着停下。蓝忘机远远看着他，目光模糊不清。魏无羡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蓝湛，你是不是想问我什么？”蓝忘机没说话。“你问吧。”魏无羡摊了摊手，示意自己不走了，我都答。他们着实隔得太远，蓝忘机周身陷在一团白色光晕里，神情宛如隔着雾气。他应是开口说了一句话，修仙之人耳力绝佳，魏无羡却故意说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”蓝忘机以肉眼可见的动作叹了口气，他向前踏出一步，然后一步接一步地向魏无羡走近。魏无羡眼见蓝忘机靠近了，一个刹那之间，自己竟生出逃开的冲动，脚跟下意识跟着移动，只在最后一刻堪堪忍住。那冲动不是源自害怕，更像毫无防备，不知如何去暴露某些最私密、最令他无从开口的东西。魏无羡有一点后悔自己今晚拎着铲子出来的决定，但他好像又不是很后悔。蓝忘机走出过于明亮的月光，站定在他身前，周身仿佛还带着月色的微凉。或是魏无羡的错觉，面前人的耳尖居然有点红。蓝忘机用很低又很清晰的声音问：“你身上为何会有坤修气息？你猜？”魏无羡露齿而笑。蓝忘机的脸色瞬间变得很不好看。魏无羡想起自己方才还一本正经地说我都答，连忙摆手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。”这情境不像是答疑，更像猜谜。蓝忘机的眉毛深深地皱起来，仿佛分不清这是不是一场戏弄，下一刻就要干脆地转身走人。但他最终还是顺了魏无羡的话，慢慢开口道：“你不是坤修。”魏无羡的眼睛弯了弯：“何以见得？”蓝忘机说：“玄武洞中。”魏无羡想了想，笑得更真诚了，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仙门子弟自结出金丹开始分化，结丹越早，越有可能分化为乾坤两修。至于结丹太晚，或是无丹能结，此生便多半与常人一样，维持一生的中庸体质。当然，凡事皆有例外，结丹极早的未必不是中庸。寻常人家亦有人不修仙途，却能分化乾坤。温家横行霸道多年，府内饲养大量坤修禁鸾的修士不在少数，正因有仙途的坤修不易得，甚至还从民间搜罗穷苦人家有分化潜质的孩子下手。魏无羡去蓝家听学前已然分化，
估计蓝忘机分化的年岁也该差得不多。钱修最易争强好斗，两人在屠戮玄武洞中拼死搏杀，气息根本无法收敛，在封闭的洞中混着血腥符水一直碰撞，说得好听像是两只困兽，说得难听便是两只斗鸡。魏无羡那时又伤又病，本能的冲动堆积在胸，但已无力再和蓝忘机起实质性的冲突，倒还记得蓝忘机有段时间拖着伤腿坐得远远的，只等他们两个稍事恢复正常，才慢慢坐了回来。他这样肯定地说了。蓝忘机又问，不是坤修，何以有坤修气息在身？魏无羡反问，你怎知我不是找了个坤修老婆？话甫出口，他便有些后悔，自觉眼前人雅正端方，他的玩笑开得太过。蓝忘机却似浑然不觉，径直忽略他这句玩笑烂话，目光灼灼看来，不是旁人，就是你。他说得如此笃定，倒让魏无羡心下有些没来由的懊恼。是了，他想，乾坤两性天生契合，钱修辨别坤修的气息，就如山鹰扑草捉兔子，断没有下手不准的道理。是啊，就是我。他的语气里索性有点破罐破摔的味道。蓝二公子有何高见？蓝忘机又不说话，他这回站得很近。魏无羡看蓝忘机屡次三番嘴唇微微震动，像有好多话卡在舌尖，却不知如何开口。他偶尔眨一下眼睛，眼睫被月光照出了细密的影子，反倒让魏无羡自己也有了重重思虑。话题进入了尴尬的境地，蓝忘机一个雅正君子，开口肯定为难。魏无羡又觉得自己被蓝忘机那欲言又止的神情卡住了，恨不得掀开他的牙关齿裂，让那个小古板一口气说出来才好。最后蓝忘机说，是因为鬼道。魏无羡愣了愣，他的眼睛因为惊讶而睁大。蓝忘机意识到自己切近要点，再度追问，体质生变，可是因为鬼道？是，也不是。魏无羡说。他后面停顿了一下，似是不想再说，奈何蓝忘机还看着他，浅瞳凝聚时便显锋利。魏无羡哪怕有意回避，仍觉得无处可逃。你说了。蓝忘机上前一步，魏无羡午间感受到的那股气息再度扑面而来，这次毫无退让犹豫，瞬间将他全然笼罩进去。你都答。如霜似雪的钱修几乎令魏无羡哆嗦了一下，手指在袖中收紧。蓝忘机目光一动，察觉魏无羡不可避免地受了影响，止住一下，又退开了一步，目光仍沉甸甸地落在魏无羡身上。魏无羡清了清嗓子，许久，摇头苦笑。鬼道极度阴寒，我又是钱修体质，以致阳虚至阴，就如逆天改命，实属难行。他的声音低低的，蓝忘机的眉头稍解开了些，目光低垂，听他开口。但世间万事总有解决之道，我便寻了个办法，让体质变得更……他没说完。蓝忘机神色骤然一变，魏无羡连忙摆手叫停，多加了些解释。